好，那么大陆宣布，台海军演啊，影响了941这个航班啊，10万个旅客哈。金门到底影响什么状况？我们看一下。差不多1000半，但是无一定有啦，200几号，真困难呐。因为候补登记是登记了，但也不见得能搭上飞机。30号送到空军军演，影响晚上6点后国内航线才会复飞。而在金门机场的联合候补柜台，已有1000多名民众候补晚间从金门到台湾的飞机。这飞机又不敢飞，对不对？啊，受害的是老百姓。只是说我们的行程可能会乱掉。在桃园机场30号预估出入境总人数将达到12.829人。虽然国际航班还是能飞，但得绕路，包含离场、到场、过境，总共857架次，超过10万名的旅客受到影响。部分游客也担心班机 delay。就军演嘛，我有什么意外啊？有些大概了解过。而且我对我们国家有信心。毕竟军演、航路加上空域大幅受限，航班可等待的空域也不足。民航局也将适时协调实施流量管制，但这跟演习高度其实也有关系。起飞、降落或者是过境的航路上有重叠，就会有影响。老沈，你有讲什么？就是看嘛，就机场都乱了，要回也回不来了。台湾人民的生活，消失。我跟你讲，我们台湾处种这么艰困的、这么复杂的、这种微妙的环境当中，可讨论的大事多得很啊。那一时航班的错乱，很多旅客的不方便，这个还要在本节目这么伟大的节目讨论？对那些滞留在那边的人，就是大事啊，怎么小事？那当然了，那当然很多事情，你想10万个人的大事啊。本节目能够照顾到每一个当事人吗？当然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讨论大事。我们什么叫大事？你说？那比如说，我们大家刚刚各位都讨论说，那这个谁有能力，老共有没有能力打台湾？这个不用讨论，我从来就认为他有能力。对。哎，这个为什么要讨论呢？当然有能力，问题是他打。赖清德说他没能力啊。赖清德说他没能力啊。赖清德就是你们瞎了眼睛选错了总统嘛。你知道吗？你没有选他，你没有选他。我跟你讲，我当然没有，因为我跟你讲，赖清德哈，赖清德现在的想法跟我20年前的想法一模一样。我当时是人云亦云啊，这样说我们台湾要做豪猪，他现在才说要做豪猪，要做豪猪，你怎么能做豪猪呢？他就是那个台湾之盾，就是豪猪的理念了。老共就受不了这个，你要台湾之盾，我昨天就摆了2个盾，2盾对1盾啊！我跟你讲，你做豪猪有什么用？你做了豪猪。对方咬你一口，你死了，你老命休矣。他找的说你不行，我不能吃你啊，他不吃啊，你做豪猪干嘛？而且台湾的角色几十年来之所以走的这么这个冠冕堂皇，真的非常令人羡慕，是为什么？就是第一，你有这个护国神山嘛，你豪猪能够做得了护国神山吗？还有第二个呢，就关键的这个供应链的其中重要的一员，你做豪猪。可以做供应链的一员，你躲在自己的地方啊！拜托，忙给他架啊，架我也是啊呢啊！做什么供应链，对不对？因为台湾现在可贵的就是护国神山，就是国际航道啊，对不对？刚刚我们大家都在讲，说我们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我告诉你，我亲身经验，50年前我在美国，我一个小国的驻联合国代表处，我的小国的代表处啊，没有我们这一间。这个录影室的1/4哦，好小哦。我们对个毕恭毕敬的，拜托拜托，就是要就打开台湾的这个问题，把它国际化。今天不一样了，我们多年的努力，台湾的问题啊，不国际化，自动国际化。你同意不同意？当然了。你不同意？当然。我跟你讲，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动不得，你真的动不得，这是我们厉害的地方，这是我们可贵的地方。我跟你讲，老共为什么？你看多少架次，这2天多少架次的飞机，多少军舰包围。但是呢，除了南部那个海里9海里、12海里以外，他有没有越过那个红线？没有。那个飞机有没有越过？没有。那么多架次，为什么那么厉害？为什么那么遵守的规规矩矩的？上面有交代。你知道这种事情啊，大家都喜欢讲擦枪走火。擦枪走火是小国对小国，小国对小国。你看巴基斯坦对印度，柬埔寨对泰国，你擦枪走火没问题。大国对小国也没有问题。如果大国擦了小国的屁股，没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但是呢，大国跟大国不能擦枪走火。那中共
对台湾是大国对大国吗？当然不是，但是我们的背后是大国你知道吗？所以呢，老共在绕的台湾转啊，我呀，他不敢越雷池一步。你这个上面有交代啊，你演尽管演，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个是我们厉害的，我们这个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不是雪老总统的。我们台湾人民已经看破了这一点，所以呢，你看昨天股市大涨，今天小跌，你看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讲是这样讲的，你看佩洛西来以后已经越过中线了，以前没有啊。他自己很贴近你的海边了，他下一次就很难讲了。他是一步来，香肠切对你还是要注意的，你不能就是没有听我的话。美中无事，台海无事，佩洛西来了就是美中有事嘛。好了，来嘉宇，你自己判断错误啊。那总是有人会判断错误嘛。来，嘉宇，我觉得这次我们国防部表现得非常好，就第一时间这个召开记者会，告诉国人说我们做了什么准备。那我们的国军英雄当然非常的辛苦大家全部都停止休假，然后严阵以待。而且第一时间，我相信没有全部回来，没有全部来，对，这是政治语言呢。他说了什么具体的事？反正呢，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说，我们不挑衅，我们也不怯战，对不对？就是面对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文攻武吓，长期以来这样子，当然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所要做的，除了我们自己的要有这样的决心跟信心之外，就是要增加对中国来讲，他如果要挑衅台湾，他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要用时间战，我们要用这个消耗战来让中国害怕嘛。那对美国来讲，当然他们也知道说，如果台湾一旦有事，是全世界都有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的重要性，我们全世界大家也都在看你中国现在到底要走到哪一步。虽然他这一次的这个军演把我们什么12海里什么都划进去，但它的实弹是到24海里它实际上的这个也没有越过我们的领空等等。所以对台湾来讲，当然我觉得台湾人民也都知道生活受到影响，像金门马祖的航班，很多人要去日本跨年可是这次都受到影响。但是他们气的是什么？气的是你老共动不动就找麻烦，动不动就在那边给我们军演包围。这时候还有一个国民党党主席说台湾有民进党真是倒了8辈子霉，该骂的是共产党，不是民进党好吗？民进党所做的事情，执政党所做的事情是希望加强我们的国防自主，是希望把握台湾。没有，我个人觉得嘉瑜每次这样的回应就跟国防部的回应一样，好不好？完全听不出任何具体的部分。我们到底国防部做的哪一些的事情，除了要安定我们个人的一个心态之外，我就说嘛，他之后马上整个立法院就会不断的以这一次的军事演习来告诉我们，国防预算一定要给，一定要开始来情绪勒索了。你只要是不给，你就是被贴上了，你就是要跪，你就是舔，你就这个部分，这是一套的一个剧嘛。这个中共的这个演习的每一个区域，已经从过去到现在，从佩洛西时代到我们现在，已经不同层次的范围，怎么讲法还是一模一样，然后永远都是扣上一个帽子。所以我才一直在讲说，礼拜5的时候呢，一定又会开始上演这个国防预算。我还是再一次的强调，我都必须要去讲，当初所编列的在一般预算当中9500亿，国民党并没有太大的反弹并没有太大的部分。我们今天反对是你在1.25兆的部分当中，2030赖清德都已经还没有当总统，他就已经 promise 要先来编出这笔预算，而且他都没有详列到底什么。你只要问他说你这个武器到底什么时候，他告诉你是国防机密，我们就会给立法委员看。但是在国防委员会里面，他所给你的还不是你所要看到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所要的部分就是，更何况他承诺我们的，连我们跟美国在台的官员在做对话的时候，他们也亲自跟我们美国、跟我们这些这个所谓的联谊会里面都不断讲，的确我们没有如期交出我们的武器，我们已经 delay 2年，而且我们不断的 push 我们的这些部分的这个线上，要好好的赶上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你说你刚刚讲的说中国要付出更大代价，台湾付出的代价已经马上可以看到了。我为了付你这些钱，拿不到武器，我就必须要压缩我更多的教育社福很多的经费，这是我们马上可以感受得到。那至于那整个其他后面里面的代价到了什么地方，都是民进党再去说。所以我还是强调，我们支持国防预算，但要支持非常详列的每一个国防预算的品项，要能够如期到办，这样的付出才有代价嘛。主持人一句话，知恩心里苦，知恩全部说出来。好，算了。好了，你干脆讲说知恩心里苦，老沈都知道。我觉得两边都该骂。老共搞演习，这样每次这样逼近台湾是该骂的，民进党也该骂。你给两岸带来和平，两岸之间沟通是民进党执政党
目前来讲最重要的责任，你到底做了什么？对，所以蒋万安下一节继续骂。蒋万安处理。好吧，这个共军是包围台湾哈，到底影响怎样哈？那现在看起来，不要说全台湾，我们这边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是严重啊，有人觉得没什么，不会啊，等等哈。到底会还是不会？台湾到底要以什么态度？你当然也不能够每天紧张，也没用了哈。但是呢，是不是完全不管他，都没关系？像赖清德讲的，根本没能力，他不可能登陆，没关系，我们不要怕他哦，还是要戒慎恐惧，要小心。哦，他每天这样语言越来越包围，越来越包围，有一天万一成真怎么办？我看怎么看？其实是同一天哦，就昨天哈，我同时写2篇文章，一个就在谈这个事，另外一个谈蒋万安。那这个进来的受众的不太一样，因为有蓝的有绿的。蓝的讲说，暐瀚在称赞蒋万安，那绿的讲说你为什么没有骂蒋万安？那这个蓝的讲说，你为什么支持军购？绿的讲说，你支持军购好。对我来讲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身为中华民国，我们是主权的国家，我们现在并没有到你要对我们军火相向的一个程度，所以刚刚主持人也讲，你为什么要对我们做这个事情呢？你拿出个道理来嘛。如果你的那个有没有这次的这个整个宣传的这个海报就是要阻挡美国对我们台湾军售，美国也不是对我们第一次军售啊，你这次这么生气，那你生气美国，你惩罚台湾。刚刚前面看到，包含金门，包含在桃园机场，旅程受影响，或者是生计受影响，我们的渔民。他回过头来怪谁？我真不知道。有的人可能觉得说赖总统他太挑衅了，有人觉得说你老公为什么一天到晚对我们这样？陈冰华国台办发言人昨天有特别讲他说什么？他说绝对不是针对广大的台湾同胞，可是感受被飞弹或者是被包围就是我们啊。所以这是两岸的问题。那所以在这种主权以及军事状况之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做好厚植国防，然后呢，尽可能让战争不要发生，都该做。所以呢，不要讲挑衅的话。那交流的话，艺文的、城市的，还有通商去学习，我觉得都好。大陆的学生来台湾，我从以前到现在都很支持。马前总统的时代的时候，也有很多民进党立委反对。我为什么支持？因为这些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未必像你想象的，他又不是中南海的高干，他来台湾念书，念4年、念6年，回去以后，有一天他变成是重要的领导人的时候，他对台湾有感情，两岸就不会有战争。所以我是支持交流的。所以蒋万安他去了以后，很多人也回来。有人讲说是因为蒋万安去了以后回来，然后马上就军演给他难看，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那蒋万安那个层次叫做市政的交流。你想这一次的这个军演跟上海市政府有关吗？所以我是觉得啦交流的还是要交流，但是准备还是要准备。那不要讲不需要讲的挑衅的话不要讲，但是该做的防备跟既然都对我们军演了，也不能就是你看很好，因为他都只是对付民进党。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在台湾蓝绿白以及非蓝绿白的中华民国的国民2340万人都会受到影响。那将军，我点一个大家没有重视的危机啊。昨天国防部的新闻稿上说，大家放心，我们有律定交战规则。授权这2个字很严重，授权第一线建指部、空作部、作战区依规则处置。那什么意思？好，什么意思？前一阵子汉光演习，国防部部长说，我们现在国军没问题，去中心化，白话文叫做各行其事。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我们衡山指挥所作战区对底下的通信中断，被敌人的电子战中断了。那时候没办法接到上级的命令，没有共通的 COP 了，没有各种情资了，怎么办？自己打，凭什么打？我那时候就在问，请问爱国者飞弹仅靠自己那套雷达系统，没有空作部的，没有横指所，没办法连线了，你打谁？你的范围有限，请问在海上的舰艇，靠你舰载雷达，你有多少能力？请问飞到天上的战斗机，靠你机载雷达，你没有 AOC 的指挥，整个提供你上去打谁到哪个空域都没有了，这叫去中心化。那么地面部队更不要讲了，我没有敌机来袭的讯息超过我刺针飞弹的范围，等到我这个雷达看到飞机的时候已经飞过去了。这个是一个笑话，是不得已，是没办法。到最后，那只有哪里？我们古老的战争，第一次世界上讲一句话，
叫做向炮声前进。什么意思？我什么都看不到，不知道敌情，哪里有炮声我就往那里去，协助我的友军。打仗不可以这样打的，所以我想说，这个是真正的危机。你已经有律定交战规则，很难。我们看今天5点半，国防部的记者会怎么说？但是我真的要提醒国军，我是国军的一份子，我知道国军的辛苦、备战的压力。一辆战车抛个锚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全国去骂，不可以这样子。但是国军的将领们，交战规则有告诉你什么时候开第一枪、第一炮吗？那就中了中共的诡计了，擦枪走火了。你先开第一枪，先按的第一颗飞弹，就刚刚伟汉讲的，我们起码做到一件事嘛，我们好好备战，不要挑衅嘛。我也告诉赖政府，你不要去挑衅别人嘛。蒋万安做得非常好，追求和平难道不是中华民国两岸关系的一个选项吗？我只这样子问啊，反对台独我们就可以和平，不可以去考虑吗？这是大家都懂的，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嘛。周姐，对于我们的选择来说，其实我觉得刚刚伟汉讲得很好，我们既要固本，但我们也要友好，这是所有的小国都必须要具备的智慧，对不对？那固本的部分，我当然同意，我们应该要战备。我是军人眷属出身的，我当然很希望说我们在军事上面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好，但是我没有办法忍受在这种情况之下要去贪国难财的人。那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贪婪的景象，已经让人觉得无法忍受了，因为他每一笔钱都要贪，火药、枪弹，然后海鲲号，就发国难财嘛。对你明明就是资源那么有限，还不断的发国难财，那然后又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也不能审查，那个也不是能审查，这不能监督，那个不能监督，就是你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把有限的资源，然后去做错误的投资，然后把它放到错误的人的荷包里头，我们变强大了吗？没有，这是在精审预算上面一定要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今天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们采取的态度，你要来报告，你要说明这1兆2500亿，你扣除掉了美国要卖给我们的3500亿，请问一下，那9000亿你要放到哪里去？你不可以把它浪掷到这些贪官污吏的手上当中。好，那至于在友好这件事情上面，刚刚大家都提了，就是这里面其实当然牵涉到中美关系，也牵涉到中日关系。我也想问大家，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很怕成为马前卒；但中美关系很好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押宝一边的话，那你不是被抛弃的很快吗？要被抛弃就被抛弃了。所以我们单押一边，不管中美有事或者中美无事，乃至于中美如果要大交易的话，请问他能够交易谁？谁在那个餐桌上面是那一盘菜？我们就是那个习近平最爱吃的那一道菜。然后呢，对川普来说是最惠而不费的一道菜。我们必须要让我们自己可以扮演两强当中很重要的穿梭者，但绝对不可以扮演那个挑衅者。今天的问题是，想要去扮演穿梭者的会被扣以卖台的这样子的一个帽子，但是想要做挑衅者的人，在这边振振有词发国难财。好，基本上这样哈。我认为老共、民进党都要责备。为什么老共责备什么呢？你今天说美国卖台湾111亿美金的武器，你不爽，不能靠美国，那你老共可以讲，我们要打你台湾啊，我不打你干嘛买武器呢？你每天这边要打，这边演习，那台湾不买武器怎么办呢？你逼着台湾非买不可嘛？你想今天反过来的话，你买不买？所以我才能讲说，你老共只要宣布嘛，台湾只要不独立，我就不打，这有那么困难吗？你在乎就是台湾独立嘛，不独我就是不打。那民进党也是据立场了，那现在还敢每天喊独立吗？美国还敢是帮台湾搞独立吗？你讲了就一条条件，不独不打，独我就打，你要独要打，我没话讲。你要跑嘛，不读就不打，哦，那你为什么不讲呢？讲了5个条件，这个那个讲一大堆，讲一大堆我都背不出来那5个是什么，就是不读不打，就这么简单。你在意就是读，我只要不读不打，这是一个。第二个，每天美国那些海军上将啊，什么太平洋司令啊讲，什么2025年要打了，2027年要打，2030年要打，2035年要打，2049要打，你从来没讲过一句话，你就说没有要打啊，美国就乱讲啊，你都不讲。
好像一副哦这个给你们猜，给你们猜，一副看笑话样子。当才帮我付军费啊？那台湾不简单吗？那美国这样讲，台湾就买武器啦，让美国人赚钱啦。那你老公不会讲话，说没有，我没有要打你啊，大家干嘛打呢？你讲啊，哦，绝不放弃武力，绝不放弃武力。那搞了半天，那台湾怎么办呢？哦，这是一个哦。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当然了，他刚回来就打，好像没什么面子。但你要想，蒋万安是9月就要去大陆这个双城论坛，没有是对岸来我们这里，是民进党搞，然后拖到现在，什么劳动部啊，什么这个部那个部是一个。第二个，蒋万安还算不错，他4个小时就回来。如果他这个2天怎么办呢？如果他待2天，就是昨天，那这2天，对不对？就不是很尴尬吗？那另外，老共的演习也绝对不是一天说打，他一定也准备了一段时间的了。演习哪有那么快的？几个月，对不对？总是要我想高市长没有讲完就开始准备了啦。哦，不是最近才准备的啦。哦，所以蒋万安从某个角度也还算不错，至少回来4个钟头就回来，讲的话也很好啊。哦，那另外呢，这个为什么要骂民进党赖清德？第一个，你干嘛挡他的观光团呢？1年1000亿耶。对。台湾那些中小企业卖什么伴手礼的很惨的，连包括那个肠胃散都是靠观光客，1年1000亿，你不要这个钱，对不对？台湾现在贫富越来越悬殊，搞 AI 的很赚钱，一般人怎么办呢？传产怎么办？学生你干嘛挡他呢？让学生来嘛，对不对？我年轻的时候，我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印尼、到泰国，只要台湾回去的侨生在那边当工厂厂长什么，对我好得不得了。说哎呀，我也是台湾毕业的，那个感情是很深厚的。你为什么把这个阻断呢？你到底干嘛呢？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古人讲了，人家常常引用叫"为仁者能以大事小，为智者能以小事大"。老共仁不仁，我管不到，但你总可以治吧？你智不智、聪不聪明、有没有智慧，这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嘛，对不对？那你再学川普，川普心里再怎么不爽，表面都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谈得非常成功，我的法案就又大又美，法案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不对？你今天台湾的实力跟老共比较，你是小的嘛，那就维持一个好关系，我就微笑对你啊，你怎么打我呢？哦，每天放狠话，哦，这个什么他们实力不够，绝对不可能打我们，境外敌对势力。哦，然后呢，这个什么立委也不能去哦，然后呢，这个大陆的什么外配要放弃，一定要拿到证明，放弃那边什么籍哦，然后才能够，这不无聊吗？赖清德，你告诉我，从你就任到现在，你举一件事情你有善意的，一件说我跟大陆表示举一件给我听听看，给全国人民听听看，一件都没有，那你是干嘛呢？你何必呢？不是自找的吗？所以我讲说，老共，你既然是大，你就要有仁者嘛；你台湾既然小，你就有智嘛。哦，那仁不仁我管不到，你总可以展现你的智慧吧，总是可以吧？就再回来。好，今天有2个民调讨论高雄市长的选举，我们这个国民党的提名人在这里哈。那民进党说呢，这是这个山水做的哈，是新什么 New Talk 新头壳委托山水民意委托啊，说民进党的4个选项都胜柯志恩，就胜很多哦。我们看，而且说赖瑞荣没有受到他那个孩子在校园的这个事件的影响，49.5比29.7，差很多，差不多20%差不多。然后呢，这个邱意莹48.3，跟他差不多，只差1.2%。然后这个柯志恩是29.9，然后呢，许智杰47.1，那柯志恩还是29.3，好厉害。然后到了这个林岱樺43.2，哦，柯志恩是29.2，这是这个新头壳做的啊。那另外呢，他们党内互比啊，党内互比呢是25.9。比上林岱樺、赖瑞荣，比上牛20.3，比上去年18.6，许智杰12.5，所以看起来这个赖清德主义的赖瑞荣，看起来高啊高，而且呢，民进党支持者支持赖瑞荣也多啊。那第一是支持赖瑞荣，第二是支持邱意莹啊，第三是许智杰，第四是林岱樺啊。那另外呢，到底你是问这些人，你的政党倾向是什么？哦，全部
民进党50.6，哇，高雄这么绿，一半都支持民进党，国民党好可怜，只有16.4，民众党只有国民党1半7，哦，时代力量1.9，哦，那所以呢，这个整个泛蓝的蓝绿阵营，泛绿的有53，泛蓝有20啊，那泛蓝还一半都没有哈。但是呢，这个本来我看这民调有点替柯志恩捏把汗，说啊，怎么差这么多？我记得以前不是这样嘛。好 ，TVS 也出来一个民调，5点半做出来的啊。那民进党有4个人，国民党就一个柯志恩，因为现在就提名他啊。赖瑞隆、柯志恩41比39，差2%，这是误差范围之内，正负3。许志杰输柯志恩38比41，邱莹38比42，林岱樺34比41，所以4个里面。柯志恩赢3个，那另外一个在误差范围之内啊。好，那么20到29岁的赖瑞隆掉了很多哦，是不是受学校的事件影响，还是别的这个影响？而且呢，下的跌里面很多转而支持柯志恩啊，所以我们看20到29岁的年轻选民哈。那上次在11月27的时候，1个月之前呢是56%支持赖瑞隆。26%支持柯志恩，但现在呢，这边有不少56变成34%，少了22%，那柯志恩多了16%，所以不少转到柯志恩这边啊。好，那么另外呢，这个赖瑞隆在鼓山跟三民区支持度下滑17个百分点，柯志恩上升到47%啊。在我们看哈，在鼓山三民区啊，因为左营楠梓区、左南区的林雅前镇区、冈山美浓、凤山大寮哈，那在鼓山三民。赖瑞隆从50掉到33，柯志恩从31升到47，所以柯志恩在鼓山3民跟在年轻选民，那这个民调是高的哈。来，我们看一下，就不再多回应了吗？尊重双方父母的共同声明，就是按照你前2天发表的声明内容了，是不是？就尊重双方父母的共同声明。好，谢谢。好，这怎么看？我觉得从第一份民调开始哦，第一份民调是山水民调做的哦。我想只要是民进党比较是请民进党的，我还是必须这还是有点机构效应啊。柯志恩，刚刚到29.9都不给我做成30，你看看，真的维持在29.9。不过你可以看出他们所抽样的结构当中。国民党加民众党大概也差不多20出头哦，那我可以得到29.9，那表示我超越蓝白啊。那也同样的，这个他们的结构里面啊，这个抽选的结构里面当中，民进党的支持是超过50%，可是这4个里面没有一个是超过50%，这代表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所以这个民调我都只能是做一个参考啊。那为什么 TVBS 民调，我个人不是因为他做我好，我比较相信，而且他长期就做这个民调嘛。从我3年前去选举的时候 ，TVBS 也做民调，那时候民调的数字也是不太好啊。可是呢，到最后的结果，他们好像做到30%多，后来我是得到40%的一个选票。那这个部分里面，你还是看民调机构，还是要看不断的长期的一个累堆嘛。那以目前来看，如果我3年前都可以在4个5个月当中就可以得到40%左右，我现在在跑地方选区，我感受到的热情还有支持度比过去更高啊。所以你把我做成40%以下，我说我都尊重，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符合现况呢？我真的觉得我要画上一个问号。不过我还是必须要提到啊，因为民进党的这个初选在1月12号就要开始，到1月17、18号他们就会公布嘛。那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很多的支持者都问我说。啊，到底选哪一个对我比较有利？如果他们接到电话的话，我说还有第5个选择，他说谁？我觉得你可以选柯志恩。他说哟，当算你哦，我讲懂当算我啊，不，他们就会在想，我到底选邱莹呢？这个形象差距很大啊，还是选赖瑞隆，还是这个所谓的新潮流的？然后从来没有想过说接到电话要投个柯志恩，所以在场还是要教育大家一下。你如果觉得柯志恩还不错，你还是可以选柯志恩。我还是一句话，民调要看一个趋势，那民调的趋势里面就看过去长期以来做这个部分。所以说我只能说，所有的民调结果我都尊重，但是民进党我还是强调一句，他们这4个候选人都是我立法院的同事，他们所代表的不是他们个人，他们代表是他们背后的派系，所以后面的派系的之争才是他们这次民调决定谁胜出的最大的关键。像柯志恩多好，他并没有说哦哪个出来对我有利，你们都支持他没有哈？不要介入，蓝营不要介入民进党的选举，对不对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态度也是对的，来放心。
如果是我就比较坏心，我说你们支持林岱樺。没有，这是开玩笑。没有，我说支持林岱樺不是代表我不支持林岱樺，我公开说过很多次，林岱樺有他基层扎根扎得很深，只是林岱樺是赖清德呢那不喜欢的人。我先讲就是说我其实长期观察民调，我是从1994年、95年就开始研究这些选举的民调。那个时候呢，其实有做民调的主要机构当中，其实最值得信赖的是联合报。联合报在1996年那个时候总统大选的时候，因为在选前一天，我那时候在联合报工作，那联合报的这个民调中心有把这个最后他们的预判的结果告诉我。我告诉各位啊，4组候选人，最后呢有2组是完全一模一样，有2组就是各差2个百分点，一个多2个百分点，一个少2个百分点，那是非常精准的。所以我其实对于民调呢，其实能够追求精准然后正确这件事情，我其实是非常在乎，所以我非常在乎那个民调机构的长期信任度，然后还有他们为了要追求长期信任度所自己做的努力。好，那 TBS 呢，是我最近这10多年来说，我必须说他真的非常，我对他的信任度非常非常高。你看2024年的这个总统大选，我其实在选前的3天我也有拿到，包括了 TBS 的民调，还有另外2份民调。我要告诉各位 ，TBS 的民调是最准确的，好，所以那个差距度是非常非常小的。好，那当然现在呢是在民进党的初选的时间点，所以他们几位都会强力的动员他们的支持者，然后在电话里头啊守着电话啦，然后等待。那我想对于柯志恩的支持者来讲，就是接到电话也不知道回答谁，然后也没有这个动机说呢我要出去呢游玩，然后呢在家里头就是我要在家里头等电话，我不出去玩。你看看那个就是心头壳做的那一份民调，他的民调时间是25号、26号。你知道在民调机构里头，假日做民调是大忌。因为呢，生活习惯会出现剧烈的变化，就他可以挑一个12月25号去做民调这件事情，你也会觉得很奇特。高雄不是一场容易打的仗，柯志恩有他的优势，我一直跟大家讲，我就说他有他的优势，因为他的优势代表的是长期耕耘跟专业。他当然有他的压力，他的压力是呢，上一次呢，韩国瑜旋风当中所吸引的支持者能不能够再回头，我觉得是他非常非常大的压力。而在这个派系的整合这件事情上面，柯志恩有他在这个会靠上面，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会靠上面很难合的地方，因为我从高雄长大，我非常了解高雄人的会靠。那这件事情，那很多人问我说，贵靠要怎么翻译成就是中文字这样，我也不太知道，就口气吗，或者是什么，就是一种说话还有肢体语言的态度。但是呢，我觉得反正就是任何一场选举都是要充分发挥候选人的优点，而不要去计较他可能不进100分的地方，这才是选举的最重要的一点。接下来再回来。好，那么高雄的民调，因为高雄这次很受瞩目了哈。那其实民进党这4个选将哈，除了林岱樺这边稍低一点，其实也都蛮接近的啊。那对柯志恩，除了赖瑞隆2个百分点赢啊，那但在误差范围之内，其他都输柯志恩哈。那另外呢，刚刚也看到啊，这个因为赖瑞隆的孩子在学校有些事情嘛啊，然后呢，这个因为被定调为非校园的霸凌，所以被害家属就说我是被出卖啊。那是可以这样讲呢？他和解了，但是没有对。那所以呢，赖荣就是我们和解，我们有共同声明呢，我们就依照共同声明好啦啊。那另外呢，对方家长说和解不等于罢免不成，这2回事情啊。和解是一回事啊，比如很多车祸啊什么也和解啊，但是车祸还在那边呢，2回事情嘛啊。所以呢，冲突显然还没有停歇了。不过看起来好像对赖瑞隆的民调好像影响是有限的哈。那另外呢，赖瑞隆声明他说是冲突。不是霸凌，是冲突，所以呢，等于是被抱怨的那个，或是被霸凌的家长就说掉进陷阱被设计了啊，好吧？这个老沈怎么看高雄的民调？首先我要恭喜
我的好朋友柯志恩，我已经挺他好几年了，有吗？对，当然有。你问他，你当我的面问他，看看有没有。我都看不出来了，好吧？你有没有？那怎么说？那怎么讲？好吧？怎么说？好朋友，知恩有苦，知恩说不出。最好下班以后赶快去找眼科医师啊！你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开你玩笑了，够。柯志恩是很厉害，很用功，很认真，这个品质第一，高雄行啊，每样算一些高雄，然后搞崩汤。但是呢，我认为你看这个民调，几乎现在距离选举还那么一段时间，柯志恩能够达到这个程度，了不起。而且将来会越来越往上，真的了不起。但是我这个要很看细部啦，因为高雄人有一个特征，就党性很强啊。你问他政党属性，哇，民进党40%，国民党21%，大家起来你看他说是自己民进党50几%啦，民进党40%啦，国民党20%啦，民众党11%啦。它中立的15%，这个中立的15%，恐怕如果你跟北部的大都市相比啊，这个中立的特别低哦，高雄特别低，就是它很多地方都一半中立的。对，它是党性强，而它既然党性强它就会支持他党的人呐，所以他4个国民党的候选人都是西瓜嘛，而且柯志恩站在你的立场一定都是好西瓜，但是他们又分不出来哪一个比较好，都好。所以你看，他比例差不了多少，但是比柯志恩，你看那个国民党的百分比只有24%，只有民进党的60%啊，只有60%所以呢，他现在在中立的这个是打平。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柯志恩打得辛苦，而且未来如果没有办法就翻盘转过去得到胜利的话。我觉得党要检讨国民党要检讨。你知道国民党为什么我的高雄这么没人气？你知道，一度那个谁，韩国瑜都当选了，所以并不是这么铁板一块不可移动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是只有民进党的60%啊，所以我觉得党中央要想办法，就是说把这些支持民进党的人把他 push， 不是 push 去国民党 ，push 中立这块就好了嘛。再争取一些中立到中立这块就好。还有第二点呢，柯志恩在这个年纪最年轻的那一块，跟年纪最年老的那一块都选得不错，只有中间这块要负担家计啊，生活最辛苦，正在挣扎的这个就比较接近平手，或者有输了一点。所以呢，年轻的喜欢他，年老的也喜欢他。这个作为一个候选人，这个叫老少咸宜，你知道？老少咸宜的候选人不多你知道？那从头到尾都是领先的，这更不容易了。高嘉瑜大概就是属于那一种，就一律都是领先厉害。而你现在老少咸宜，中间这块再加紧努力一点，然后中间选民提高。党性不要那么强嘛，你又不是西瓜园的园丁，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中立的拉高一点，让他说不是非民进党不可，因为国民党提南部高雄市啦、台南市啦，哪一传二传十，大家安尼口口相传，哪来讲国民党的派位讲那个就家己切气，你晓得？所以我觉得这个柯志恩在某种程度真的要跟党中央讲一下。就是讲你该杀手出去，你知我咧讲啥人会感动，讲这瓜基因来做高雄市长，赞，这真重要。杨教育。因为 T 台长期都有做这个高雄市长的民调嘛，那看起来柯志恩一直都是领先，只是这一次领先的幅度是减少了。那尤其是刚刚有讲到，就是民进党现在正在进行党内的初选，所以确实我觉得候选人之间的这个喜好度可能也会分散，所以我觉得是从这个党内初选定于一尊之后来做这个民调会比较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未表态度其实是蛮高的，将近20%。那刚刚讲中间选民是平手的状况之下，还有40%的中间选民没表态，这也是未来值得去争取的一部分。那年轻选民的部分看起来从赖瑞隆身上一
移转到柯志恩身上，这是这一次民调所看到的。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赖瑞隆的新闻事件所发酵影响的。但是距离选举还有1年的时间，所以就这部分，我觉得赖瑞隆还是蛮有机会。当然，民进党其他高雄市长候选人也很有机会可以这个赢得选举。嘉义怕得罪人，你看，基本上因为民进党现在办初选，所以他们的宣传啊、看板一定是铺天盖地的，一定是这样。在这个时候，这个我看，我们今天看2份民调，一个是新头壳，一个是 TVBS。这2份民调的结果，如果按照民进党选对会的判断，都是赖瑞荣。为什么？因为他就2个标准，第一个要赢，第二个就是赢，不管你中间对比互比多少，最高那一个，所以就是赖瑞荣。但现在柯志恩，因为他跟民进党这4个候选人比，其实有个优势，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他选过市长。所以他的知名度不会输给那4个人，但他的危机也在这里，因为后面等到初选结束以后，那个会出来的人不是只有这个候选人，还有陈其迈。陈其迈知名度不会输给柯志恩，因为他在地方的知名度很高，所以他的这个怎么讲？他的优势跟他的劣势都在这里。来，将军，我觉得选举时间还早，但是一个现象，柯志恩在现在，他们4个人都还没有明朗，就已经冲到这个